吴书航完全被叶晨的言论给气炸了，可是他此时别说反抗报仇，就连骂叶晨的能力都没有。原本他激动不已地看着自己的左手一点点长出来，亲眼见证了这个无与伦比的奇迹。可谁能想到，叶晨竟让他遭受了第二次断手之痛。关键是叶晨下手比三大长老狠多了，三大长老那可都是自己的祖爷爷辈分，多少还是体恤晚辈的，不但斩得干净利落，创面整整齐齐，更关键的是疼痛感并不那么强烈。可是叶晨又不是他的祖爷爷，哪会给他什么特殊照顾，那真是靠着灵气的加持，硬生生将他的右手斩下来的。这痛感跟被劈柴的斧子劈断没什么区别，而且最让吴书航无法接受的是，失去右手要远比失去左手的影响大得多。他是一个标准的右利手，生活中绝大多数需要精细操作的行为，基本上都靠右手来完成。没了左手，他的生活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，可没了右手，他连如何拿筷子夹菜都要重新学习和适应，对生活的影响极大。此时他的心里已经恨疯了叶晨，恨他心狠手辣，更恨他戏耍自己。他怎么都想不出来，这个世界上竟然能有这么贱的人，为了戏耍自己，不先拿出价值连城的东西白白浪费掉。叶晨见他眼神之中杀意滔天，微笑着说道：我劝你眼神柔和一些，如果你再继续这么看我，我就把你两只眼睛也抠下来。反正我留下你的唯一目的，就是让吴飞燕看到你两只手的左右互换术，至于你这一双眼睛在与不在都没什么影响。吴书航吓得浑身一抖，眼神立刻从凶狠的狼变成了委屈的狗。他眼泪汪汪地看着叶晨，尽可能让眼泪来柔化自己的眼神，好让自己看起来人畜无害。叶晨见他老实照做，便满意的微微一笑，随后用脚踩在他的胸口上，冷笑着说道：希望经过这一次，你能记住一个道理，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，你指望天上掉馅饼给你吃之前，先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长相，然后问自己一个问题，你配吗？吴书航只能连连点头，眼泪随着点头的频率不断的甩出，哭着说道：我不配，我不配。此刻的他内心深处又委屈又绝望，只盼着叶晨这个煞星赶紧走人，自己好第一时间向英主禀报。叶晨见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，便笑着说道：别忘了我交代你的事情，让你传的话你一定要传到，不然的话，下次我要把你的左手也一并砍了。说罢，叶晨没再理会他，转身出门离开。留在这里虎贲军，无一人察觉到叶晨的踪迹，更没人知道此时的吴书航已经明显有些失血过多，脸色惨白如纸。叶晨斩他的右手时，并没有为他止血，而是在吴书航体内留了少量灵气，那灵气会在关键时刻保他一命，但也只是保他一命而已。待叶晨与李亚林碰头，李亚林便忍不住问他：叶先生，您真把重塑丹给那个吴书航了？叶晨点头笑道：给了，这王八蛋一开始还不信我，死活不愿吃，是我给他硬塞到嘴里去的。等他亲眼看着左手一点点长出来的时候，他立刻就服了。李亚林一阵肉疼，不禁感慨，这个王八蛋真的是走大运了。倒也不算，叶晨笑道，他吃完重塑丹，左手长出来之后，我就顺手把他的右手剁了。啊！李亚林惊呼道，您剁了他的右手？对啊，叶晨笑道，我跟他又不认识，不可能白白送他一颗丹药。吴飞燕不是让人斩了他的左手吗？那我就让他的左手长出来，再斩了他的右手。我要让吴飞燕知道，他玩不过我。如果他不服气，大可以再给吴书航一颗重塑丹，等他的右手长出来之后，再重新把他的左手斩下来。如若不然，所有人看到吴书航就会想到，他在吴书航的两双手上输给了我，我就是要用吴书航长出来的左手打他吴飞燕的脸。李亚林拍了拍脑门，由衷感慨道，叶先生，您打吴飞燕的脸可真是下血本啊。说着，他又不禁称赞道，不过这应该是我这辈子听说过的
关于打脸的最魔幻的一次了，真要是在破青会内部传开，吴飞燕的威信都会大受影响。这么看，您这颗丹药还是很值得的。10分钟后，袁承泽从市中心赶了回来，他好不容易才为吴书航买到一只没有实用功能的假手。假手是硅胶制作，套在手腕上即可，不能抓取拿握，跟一眼一样，不过就是起个美观的作用。此时的吴书航已经快要昏迷了，整个人极端虚弱。好在失血过多之际，手腕上的创面忽然自己止住了血，让他得以稍稍松一口气。就在他感觉禁锢住自己声带的力量也逐渐消失的时候，他听到了外面敲门的声音，紧接着便听袁承泽在外面说道：“大都督，属下回来了。”吴书航声嘶力竭地高喊：“袁参将，快救我！”袁承泽一听里面传来呼救的声音，顿时吓得浑身一个冷战，紧接着便一脚将房门踹开冲了进去。此时的房间内已是一片血腥之气，大都督吴书航瘫坐在地上，左手捧着右手手腕，满脸痛苦。袁承泽没看到里面有任何打斗的迹象，只是看到吴书航端着满是鲜血的手腕，他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下意识地问：“大都督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您手腕上的创面，大长老不是都给您处理好了吗？怎么又开始流血了？”吴书航气得大骂：“你他妈睁大你的狗眼，看看这是哪只手！”袁承泽站在吴书航的对象，自己的左手正好对着他的右手，于是便稀里糊涂地说道：“这不是左手吗？大都督，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”吴书航骂道：“你看清楚，这是右手啊，是右手。刚才那个神秘人来了，把老子的右手斩断了。这究竟是什么情况？我是不是在做梦？”袁承泽都懵了，他辨清吴书航的左右手之后，心里头一瞬间涌上无数个疑问。最大的疑问就是，自己走之前，他的左手是断的，右手是好的。自己回来之后，他就说他右手被神秘人斩断了，可他的左手不是之前就已经被大长老斩断了吗？这会儿究竟是怎么冒出来的？难不成是自己眼花了？也不怪袁承泽发懵，这种事情换了任何一个人，恐怕都会跟他有一样的感受，就感觉这个世界好像癫狂了，癫狂到自己都已经分不清究竟是梦境还是现实了。吴书航见他还在发傻，气急败坏地骂道：“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先拉我起来，我要立刻向英主汇报。”